巴基斯坦内乱不断的升级，前总理呢突然被警方逮捕了。我们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利益会受到损害吗？就在巴基斯坦内乱越演越烈的时候，他们多名的将领呢却频繁飞到中国。外界分析啊，这是在向中国求助。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巴基斯坦前总理伊姆兰汗呢，在司法大楼的门前被警方围住，然后警方宣布把他逮捕了。而伊姆兰汗所在的人民行动党以及他的支持者们就认为说警方你这个所谓的逮捕就本身就是非法的，你这不是逮捕就是一个非法绑架，所以呢他们就再度上街游行示威，这就又引发了更大规模的骚乱。这时候就有外媒就分析说巴基斯坦现在这个乱局实际上和美国最开始的介入是有关系的。巴基斯坦的政局呢，一直都是这个谢里夫这几个家族轮流坐庄的。但是后来这个伊姆兰汗呢，他这个虽然是一个板球运动员，但是呢他是异军突起就在竞选之中呢，就获得了政权，当上了总理。美国人一看这可不行因为伊姆兰汗呢，他并不亲美，他反而倾向于和中国加深更大的合作。作为美国来讲，那要想办法把它搞上去。那后来呢，美国就采用各种办法去支持，也事实上美国也这么去做了就搞掉了伊姆兰汗。那么就扶持了亲美的现在这位谢里夫家族的人，这位谢里夫来上台来执政了而外媒还有分析说呢，那既然发生到这么一步，走到这一步之后呢，那么中国自然也就会去支持伊姆兰汗再次夺取政权，所以导致现在的巴基斯坦内乱越来越厉害了。要说这种分歧，其实前半段还真是对的，美国确实是介入这个事情了。那后半段，那就是对我们中国的这种恶意的污蔑。我们从来不会去介入别的国家的内政，不会搞这些事情这个咱们就不必多说了。要说起他们现在巴基斯坦内乱的原因呢，这个主因是它内部的因素，主要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有呢就是美元现在的大幅度升息，这导致了巴基斯坦金融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当然你说这个美国介入的因素当然是有，但这还不是主要的因素。那既然巴基斯坦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那我们就要慎重的对待我们在巴基斯坦的利益。我们在巴基斯坦的利益大家一想到肯定就是钱就多少多少，我们投资了多少。实际上我们在巴基斯坦的利益呢，这投资还不是排在第一位，我们主要有三大利益。第一个利益非常重要的就是通过和巴基斯坦的全方位的合作呢，可以保证地区的安全和地缘关系的平衡。第二一个才是我们和巴基斯坦进行的各种投资进行合作，是经济上的利益。第三一个利益呢，就是巴基斯坦可以作为一个地缘的支点，对我们战略的布局和我们战略实施非常有好处的。巴基斯坦是非常大的一个伊斯兰国家，它和中东的关系非常非常的深，因此呢，和巴基斯坦搞好关系，利用好这个支点，实际上是能支撑到我们在中东的布局的。还有一个大家都很清楚了，巴基斯坦和印度那肯定是不对付我们和巴基斯坦搞好关系，特别是在安全和军事上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的话，那就是对印度非常有效的制衡。那就在巴基斯坦现在是越来越乱的时候巴基斯坦这方面的不少的将领反倒是频繁的来我们中国。你像他的海军参谋长陆军参谋长还有他国防部的官员来到我们这边谈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那外界分析，这就是这巴基斯坦的军方在向中国求助希望中国能够把巴基斯坦局势协助巴基斯坦把它稳定下来。咱们首先说这个巴基斯坦的军方那就是巴基斯坦国内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巴基斯坦内部现在出现这么大的骚乱，军方不可能袖手旁观，而且他也没法袖手旁观，这直接也影响到他的利益。但是我们根本不可能是支持军方来在他内政里面是有什么作为。但实际上我们是支持他什么呢？就是支持他要防范印度。因为巴基斯坦内陆出现问题之后呢，这个军方已经发现一些迹象，印度呢有可能会在巴基斯坦内乱的时候呢，对巴基斯坦发动这个军事行动。要发生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确实是要支持巴基斯坦的，我们要对印度进行必要的牵制。